北京的夏天热得人冒油。这天晚上，一户居民家的卧室里，夫妻俩关好窗户，打开空调，继续躺在床上睡觉。可没想到，这空调不但没让屋里变凉快，反倒越来越热。而且很快空调就停止了工作，他们便再次用遥控打开空调，屋子里更热了。时间不大，空调又停了，他们就再次打开，如此反复了5、6次，两个人可就浑身湿透，头晕目眩，呼吸困难，昏厥了过去。他们中暑了。原来这是一对老年夫妻，来自云南的山村，是被儿子儿媳妇接来北京一起生活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北方，对这里的天气还真是很不适应。于是吃过晚饭，儿子就专门告诉老两口：爹娘，你们看，热了就开空调，这是遥控，这个按钮是开关，一按就开，再一按就是关，别的按钮可别碰啊。老两口点头说行，我们记住了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他们这宝贝儿子吴浩新，因为只想跟老婆过2人世界，其实是很不愿意让父母来北京，只是被妻子单玉良逼着没办法才接二老来的。他故意将空调调到制热模式，想着让爹娘越待越热，受不了了自然就回老家去了。可他也没想想，你爹娘都70多岁了，这一热他们能受得了吗？再说单玉良跟丈夫吴浩新就睡在公婆隔壁，房间隔音不是太好，她迷迷糊糊就听到公婆的屋子里有动静，心里有点疑惑，就问老公，爸妈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这么晚还不睡，在屋子里忙活什么呢？我哪知道，可能是新地方不习惯，睡不着呗。吴浩新想搪塞妻子，不过他心里清楚，爹娘肯定是热的睡不着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公婆的房间安静下来了，没有了任何动静。直觉告诉单玉良，老两口可能是身体不舒服了。吴浩新，快别睡了，你快到隔壁瞧瞧去，怎么没动静了？哎呀，你吵什么吵？我刚睡着，没动静就是睡着了呗。你可真是的，快睡吧啊！说完，吴浩新翻过身去，接着呼呼大睡。单玉良见喊不动他，心急之下，他披衣服下床，蹬着拖鞋就来到了公婆这屋的门前。房门只是关着，并没有上锁，但是他不能直接闯进去呀。砰砰砰，砰砰砰，砰砰砰，连敲了3遍，屋里没有应答，他也就不管那么多了，推门进屋，就见公公婆婆直挺挺躺在床上，浑身是汗，四肢抽搐，皮肤很烫，嘴角边的床单上还有呕吐物。呀，老人家中暑了。单玉良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120，然后用凉毛巾给老人擦拭身上的皮肤降温。这时候吴浩新也醒了，在边上手忙脚乱地给妻子打下手。救护车很快赶到，将二老拉到医院急诊抢救。好在发现及时，单玉良采取的措施得当，救护车来得也快，2位老人很快脱离了危险。见父母都醒了，吴浩新就埋怨：爹娘，觉得热了，你们咋也不说话？不舒服就早点说嘛。单玉良听了丈夫这话，心里很不高兴。吴浩新，你怎么能这样跟爹娘说话呢？还不是怪你没把空调弄好，那空调让你给调成制热了，你还有理了你。老太太见儿子挨了儿媳妇的批评，心里老大不痛快，但又不好直接怼儿媳妇，便对儿子说：浩新，你也是，怎么就那么大意呢？不过也难怪，你这一天天的工作太忙，家里家外的事儿太多，娘不怪你，不怪你。出院之后，
趁着妻子没在家的时候，吴浩新就劝父母说：“北京的天气夏天太热，冬天又太冷，你们岁数大了，还是早点回云南老家吧。”老两口点头答应了。等单玉良回家听说公婆要走，就说：“爹娘，你们刚来，怎么能这么快就走啊？北京天气是不如云南，可夏天有空调，冬天有暖气，不会让你们受罪的。”老夫妻相互看了一眼，老头又转过脸来对着儿媳妇说：“孩子，我们已经想好了，你们小夫妻日子过得舒坦，我们就放心了，真的打算回去了。”又劝了半天，老两口执意要走。最后单玉良没办法，只好说：“那好吧，我明天请几天假，爹娘你们来一趟北京不容易，我带你们看看北京的风景，什么故宫、北海、颐和园，好歹也得逛逛呀。”于是单玉良就带着公婆逛景区，老爷子没别的要求，就想看看长城。结果在爬台阶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右腿骨折，住进了医院。吴浩新这个不痛快呀，心想：我这老婆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你？这多好，老两口想走也走不了了，伤筋动骨100天，一时半会儿的也好不了啊。这个单玉良很是内疚，自责地说：“爹，都怪我，你们年纪大了，我就不该同意带你们去爬长城，我不该呀我。”哎，孩子，这是个意外，怎么能怪你呢？爹娘都看明白了，你是个好姑娘，孝顺，我儿子能娶上你这样的媳妇，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。就这样，等老爷子出了医院，便留在北京养伤。书说简短，一眨眼春节快到了，老爷子的腿也终于长好了，买好了车票，打算春节前就回老家。临行之前，单玉良下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，一家4口团团围坐。单玉良不断地给公婆夹菜：“爹，这是糖醋排骨，您多吃点，能补钙。娘，这是北京菜京酱肉丝，还有鱼头泡饼，您多吃。”这时候老太太的眼睛湿润了，是感动的泪花。玉良啊，好媳妇，你白天上班，晚上回来还要洗衣做饭收拾家务，太累了，尤其是这半年来还得照顾我们这对老不中用的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娘，瞧您说的，咱是一家人，怎么还客气上了？不客气不客气，娘没生闺女，就把你当亲闺女吧。老爷子就说：“哎呀，冲我儿媳妇，我们是真不想走啊。”单玉良说：“那爹娘你们就别走了呗。”老两口苦笑着说：“哎，总归还是得回老家呀，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，习惯了。”父母回去老家之后，过了几天，吴浩新忽然就说：“玉良，经过这段时间，我发现在你面前我太渺小了，我太……怎么形容呢？我的灵魂是肮脏的。”单玉良一脸的疑惑和惊讶。吴浩新接着说：“玉良，我父母来的第1天，那空调是我故意调到制热模式的，目的是想把他们热走，咱们过2人世界。”听到这儿，单玉良沉默了，她惊诧地注视着丈夫，真想说：“咱们离婚吧。”可她没有，思索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浩新，从明天开始，你跟着我一起，咱们定期到郊区的老人院做义工，我要看看你的表现，效果满意，咱们就还是夫妻。”吴浩新一听，赶忙就满口答应了。